小鹏汇天在做啥，什么叫低空飞行，什么叫低空经济。所以呢，小鹏汇天怀胎10年，终于要诞生这个新物种了。10年，它诞生的是一个啥东西呢？希望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物种，可别是个妖孽啊！所以今天这么多朋友，有很多新面孔，也有很多很熟悉的老朋友。这里我就不一一点名了，那个时间比较紧。今天的演讲分3个部分，第一呢，还是会讲讲我的创业历程是如何从最早期走到今天。第二呢，第2趴会讲产品，第3趴会有一个大彩蛋。所以呢，今天的演讲分3个部分。最初的梦想，我呢是1978年出生，在湖南的常德，从小生长在洞庭湖畔。小时候我们那个洞庭湖有很多芦苇啊，经常会有这个撒农药的飞机去芦苇荡上撒农药，不是现在的无人机啊。那个时候撒农药的飞机是那个运5双层翅膀的，夏局应该知道啊。所以呢，只要一撒农药，它就飞得很低，我们就跑在那个大堤上面去看，看到上面的人，哇，就想多想自己也能够飞上去啊。但是这个梦想呢，一路伴随着自己走到了广东来广东创业。我到了广东之后，因为没有学过飞机的专业，进的都是一些工厂，也做过保安，也卖过保险，也做过房地产中介，但是始终呢，我在追寻自己的梦想。我认为人的一生很短暂，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终于在2008年的时候，我开始了自己喜欢的创业。08年之前，我说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我开了一个小饭店，06年到08年开了一个小饭店，湘菜馆，我自己炒菜，炒得还不错，生意也还挺好。然后到08年有一天中午，我去菜市场去买菜，然后看到有一群人在玩遥控飞机，我突然之间那个梦想就勾出来了。因为那会儿口袋里有几块钱了，3年饭店挣了人生中的第1桶金，挣到了100万块钱。然后我就问那些玩航模的，我说这个东西这么好玩，多少钱一个啊？他告诉我要1万多。08年的时候，1万多块钱买一个玩具，还是挺舍不得的。但是呢，我还是买了。买了之后，你不会飞，你拿着一飞，啪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怎么办？这玩意儿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但是我这个不服输，我白天开饭店，晚上研究飞机。1年的时间，我把这个遥控直升机拆散了，装回去，然后调试。不光学会了飞行，还学会了很多花式的动作，在天上这个飞机还能跳舞。所以刚好饭店开了3年之后，我不大想开了，我想追求自己的梦想，从饭店就拓展到了开了一个航模店。当时开航模店呢，在国内来讲，你在实体店是卖不动的，很难卖得出去。我呢，在网上卖，又研究淘宝网。这个淘宝我以前没接触过，最开始挂在网上卖，半年的时间都没有人问，无人问津。后来我也研究淘宝，看直通车怎么做，然后拍视频怎么推广，慢慢的，淘宝的生意有了起色。但是淘宝上面做生意，你得推广也得花钱。但是这花钱花了之后，你是代理别人的产品，你会发现，这个最终你如果不做了，你没有一个品牌。所以我说我要注册一家公司，做自己的品牌，做自己的模型。那个汇天的前身就诞生了，当时在东莞叫汇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了汇天之后呢，开发了自己的第1款爆款的航模，就是这
这航模当时叫全球鹰480N，这是全球最小的燃油无人直升机，烧油的。哇，这个产品全套到手飞，以前一架飞机要1万多块钱，我把它干出来2980，玩家到手飞，而且我还有模拟器教人家怎么飞怎么玩。这个航模卖了几年，赚到钱了。哇，这个突然之间每天都还有不错的收入，一天卖几十架这个飞机出去，一个月卖到100-200万。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在野外测试遥控飞机的时候，有人在飞这个三角翼，我心里想，你能不能叫我飞一下？那哥们儿叫黄瑞，现在也在我们公司负责生产。他也是一个特别的发烧友，他自己造了一个三角翼之后，带着自己的孩子飞到4000米的空中，孩子背在背上。哎呀，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梦想、追求梦想的人。我呢就跟他学了这个航模之后啊，我发现学了这个三角翼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难学，因为它需要跑道至少200米到300米才能够飞得起来，降落也需要跑道。而且完全是人肉操控，没有陀螺仪啊，都是靠人操控，没有智能飞控。后来我们2个一起又去学了直升机，你看当时我学的时候晒得够黑啊。学这个直升机也是，后来我就总结，我说这个三角翼直升机很蠢。你看我们的无人机都可以自动定点、自动返航，可以自己飞，为什么这个玩意儿还那么蠢，还要人操控，又贵，半天学不会？难怪它没有市场，没有销量。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想搞一个新东西。搞个啥新东西呢？因为我想把无人机放大。我们好多视频下面都评论，这不就是放大版的无人机吗？其实把一个无人机放大挺难的，非常非常难。就好像把一艘小船，你把它放大成航母，发动机也得改，甚至你的材料都得改。但是我就想，我把这无人机做多大呢？做成一个怎样的产品？我想做成哈利波特的扫把，骑在上面飞的；黑猫警长的飞行摩托，骑在上面飞的；甚至是悟空的筋斗云，因为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长大了，看筋斗云，所以一直在琢磨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形态。但是你要真正动手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那个时候一个电机就酒瓶盖那么大，电池也没有那种大功率的电池，所以在那个年代想做个载人飞行的飞行摩托非常的难。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次的探索之后啊，我发现筋斗云站在上面飞不靠谱，人容易摔倒，骑在上面飞靠谱一点，所以就决定做一个飞行摩托。所以有了这个决定，就真正的就开干了。刚干的时候，每天都还有收入，有20条枪跟着我一起干，从13年干到16年，不务正业了，小无人机不开发了，就专门只想做这个载人飞行器。没有收入，只有付出，慢慢的，这个账上的钱一点点就没了。到最糟糕的时候，只有1个人跟着我了。从2013年的20个人，干到只剩下1个人，那个人是我外甥，他不好意思离开，所以一直我那外甥今天还在我们公司，还在跟着一起干了，他是最早的老员工了。所以13年到16年，在那个时候，我把啥干出来了？把电机干出来了，把电机控制器干出来了，把飞控干出来了。当然那个时候还是用的开源的飞控，我也没这能力去开发款新的飞控。在同时，我想想那个年代，郑彦坤董事长应该在画那个飞行器啊。我看过郑彦坤董事长画的那个产品，他也是2016年开画的，把他真正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搞出来了。搞出来之后呢，我就要把它组装在一起，要设计一个架子。刚好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儿子学工业设计的，我都把他抓过来，给我画了1个星期，画了一个飞行摩托。然后呢，我就在外面找人加工，把它拼装在一起，就开始准备要测试飞行了。这个测试不测试还不要紧，一测试，突然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起飞它一点都不稳定，非常非常的晃悠。因为小无人机它的控制率很好做啊，因为它的飞控到它的电机之间就那么长一点儿，所以它的控制很好做。但是你把它做大了之后，这个臂很长，然后螺旋桨的转动惯量，包括电机的响应时间都跟不上。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琢磨，怎么办？这个产品上去一飞就摔了，然后呢就各种请教，到处找人问，然后呢在网上自己学，慢慢的2年的时间，光测试飞行，测试了1500个架次，光摔机就摔了50多次，摔到我的手都不敢推油门了，一推就摔了，摔了就是钱，因为那个时候账上没钱了。这个信用卡也套完了，花呗借呗都搞光了。后来我老婆把房子都卖了，今天我老婆也来了，感谢老婆啊。这个所以这就是梦想的力量。虽然说坚持了那么多次，但是最终还是稳定的把它给飞起来了。当时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艰辛，因为无比的黑暗，整整差不多5年的时间，没有1分钱的收入，明天在哪里也不知道。我当时就下一个决心，我说，2018年我40岁，我干到40岁，把它飞起来了之后，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务正业，我就去挣钱。我想给自己的40岁的人生一个交代，我不想让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活着。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把它干出来，飞起来，我要飞越黄河，然后我就去挣钱。结果到了2018年，飞了那么多架次了之后，我真正想骑上去飞的时候，我怂了，我害怕，我骑在这个东西上面，周围都是螺旋桨，这个屁股后面凉飕飕的，我也推了一下油门，尝试了一下，我发现真的很恐怖。我又继续测试，背了一袋大米，天天飞，天天飞，天天飞，飞得很无聊了。我就觉得，赵德利，你当时不是想搞一个载人飞行的吗？你今天就这么真的怂了吗？我自己跟自己讲，我不能怂，我就准备真的要上去飞了。我发现，再过3天是我老妈70大寿，那我今天不能再飞下去了。我再要这么飞下去，我老妈70大寿都过不安。所以我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湖南老家，跟我老妈过了一个70大寿的生日，说了非常多好听的话。我希望她能够，因为我在外面是从来都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人，因为你报忧对于他老人家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也帮不到你，所以就自己在外面干。回到广东，我就果断的骑上去，骑到飞行摩托上，我设置了一个8米的高度，因为我之前干飞行摩托，我就想干自动驾驶，想干它什么呢？想干它能够便宜，能够自动驾驶，好学。干了，飞了一个8米的高度，然后稳稳的悬停在空中，然后我又切了一个自动降落，缓缓的降在地上。我成功了，我给了自己大大的肯定。我当时想，哎呀，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飞起来了。飞起来之后呢，我回去跟我媳妇儿买点酒，我们庆祝了一下，然后就每天都自动驾驶飞，各种飞，飞了好多天了之后，我觉得自动驾驶也不好玩，我想手动操控，手动操控能够指哪儿打哪儿。我又学了半个月左右，手动驾驶又飞得很欢，飞得很流畅。有个朋友，很久没联系我的朋友找我，他说：“德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飞飞机呢。”他说：“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说：“你发个位置给我。”他发了个定位，我一看2公里多。我说：“你那里可以有地方降落吗？”他说：“有，把那让他那个场子清一下，把桌子清一清。”我直接就干过去了。干过去，当时一降落，好多人围过来，哇！我刚才以为是来了外星人，
因为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的疯子骑一个飞行摩托走街串巷就干过去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有摔过好几次，特别是在手动操控的时候，摔过3次，其中有一次最严重，摔到脚趾头，整个螺旋桨把脚趾头打得粉碎，躺在医院里躺了1个月。那个时候，关键是我还接了一个活儿，成龙大哥找我，他找我干嘛呢？7月份有一个成龙国际电影节，他希望我能够骑飞行摩托出场，给他送一个东西。当时我也接了这个活儿，中国达人秀也找我，我也接了中国达人秀的活儿。因为那个时候说白了，飞起来了之后，就是想着如何能够活下去，让这个公司持续能够发展。我想的，我飞得这么欢，我不能放弃啊！我生日有40岁，我飞起来了之后，有很多人把我这视频发到了网上，突然之间一夜就火了。特别是广东卫视的今日一线跑过来拍了我之后呢，我一路飞，然后拍了之后，今日一线一报道火了，广州日报啊，什么环球时报都要过来拍，我就让他们都过来统一拍。拍了之后，整个晚上，当天一拍，我说我就飞一个架次，7、8家媒体全在，我就拍完了之后，当天晚上新闻报道就出来了，湖南农民造全球第一个飞行摩托，东莞打工仔造全球第一个飞行摩托的标题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就想，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是不是就要就此放弃？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好一点？把它做得更好一点，能够普及，让所有人都能够轻松感觉到飞行带来的自由和快乐。所以当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就想着不能够轻易的放弃，要继续飞下去。所以就接了很多综艺节目的活儿。综艺节目那个时候天天找我就是这个综艺那个综艺，要上什么创新类的节目我都上。上的时候能够有点出场费，能够养活团队。因为我草根创业，早期都是自己砸的钱，没有融1分钱。到了18年以后飞起来了，真正飞起来有铺天盖地的曝光之后，很多的天使投资人就找我了。今天我们的天使投资人早期的都来了啊，当时他们对我非常的支持，甚至这个给你几十万，那个给你几十万，就是支持这个梦想，然后甚至合同都不签。所以感谢你们当初对我的支持，谢谢你们，谢总、严总，谢谢你们啊。所以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让我的梦想得以继续的延续。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淘宝的商家，当时我在他那订了好多的螺旋桨，我螺旋桨也摔得没有钱去购买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没钱付你的款了，你能不能先发给我？他真把螺旋桨发过来了，因为这个螺旋桨是定制的，他不发给我，全中国也就我一个人在干这个事儿，所以我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在螺旋桨在淘宝上面还赊账的人，应该可能也只有我做了这件事情。后来这哥们儿，一直我们都保持了很不错的联系。我今年我老妈76岁的生日，我回去了一趟，把飞机运回去，带她在洞庭湖上面飞了一圈。因为当时6年前她过70大寿的时候，我回去了一趟。今天我们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是在今年的6月份，我把这个飞机运回去，带着我的老爸老妈在洞庭湖上面飞了一大圈。最近搞这个活动，我心中好多的不确定。因为老爸呢，上次带他飞了之后，前段时间进了 ICU，
这个活动定下来了，又邀请了这么多的朋友，我很害怕他撑不到我今天的发布会。我要临时改变发布会的日期，还好他撑过来了，他今天又可以走路了。所以为什么会带他们飞下直升机呢？这个可以垂直起降。我父母一辈子没有坐过民航的客机，他们80多岁了，我害怕这个起飞降落的时候，这个气流啊，对飞机的影响他们受不了。所以呢，我特地把飞机运回去，让他们体验一下飞行。飞了一大圈，才花了10多分钟，我老妈还没飞够，因为那天下着雨，也不敢继续飞，怕有危险。我想着，等我们陆地航母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开一台回去，我再带着他们飞。到那个时候，陆地航母就已经面临交付了，安全性也非常的高了。感谢父母，也感谢我的同路人。刚刚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讲了成龙大哥也帮助了我。然后，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是我们最早期的几个天使投资人股东在一起，上面那个是豆豆，是广东卫视第一个去报道我的记者。今天他也3年前他也加入了小鹏汇天，现在在小鹏汇天做品牌做 PR。然后李锐也是上了他的节目，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天天帮我们宣传，甚至小鹏汽车这边的好多的发布会，他都参与了宣传工作。还有我们的张亚军教授，也是推飞行汽车不遗余力的为小鹏汇天打 call， 为小鹏汇天推广。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天使投资人们，谢谢你们，谢谢。其实我们在飞起来之后参加那么多的活动，每次参加活动之前呀，说实话都不敢有任何的庆祝。到了每一个城市去飞的时候，完成任务之前，我跟团队说，不准喝酒，不准 happy， 认认真真的把产品检查好，确保万无一失。因为那个时候的飞行摩托，说实话没有像现在就这么严格的这种测试，不到万无一失都不会伤人。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严谨的测试，我也没有钱，我就只能靠人上去飞，所以赌的是运气。也飞了那么多的架次，也摔过，但是摔的时候都超低空摔的，高空挑战，100多米的高空挑战都飞过。你看蒋老师蒋昌建这个活动，当时是在无锡太湖上面挑战，从100多米往下飞，还有很多国外的媒体，像 BBC 啊、CNN 这些国外的媒体过来拍中国飞人的时候，我都是飞100多米高，然后上面插了一个国旗，飞行摩托上贴了中国的地图，我的头盔上还有五角星，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是中国人干的，我要给你们打个样。到今天为止，飞行摩托飞得最高的载人飞行还是我干出来的，还是咱们中国人干的。后来又到了2020年，早期融的钱又搞光了，因为2020年来了个疫情，搞光了之后怎么办呢？公司账上没钱了。我喜欢剪小视频，所以大家叫我网红，因为我随手拍点东西，剪个小视频。我呢就把原来一路的这些心路历程的剪辑了一个小视频，丢到了我们的那个天使投资人的圈子里面，朋友圈里面那个群里面。我跟几个天使投资人讲，我说兄弟们，这个账上没钱了，大家再支援点，要不然的话就黄了。大家又凑了点钱，我拿了这点钱之后呢，我就跟王谭，跟我们早期的几个合伙人讲，我说我们就不发工资了，给工程师发点工资。我们不能把募过来的钱发工资把它分掉了，
多活那么2个月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就先知死地而后生，我们造一个产品出来，造一个双人版的飞行摩托。因为以前的单人版的飞行摩托都是看我一个人飞，大家没有体验的感觉，所以我想做一个双人版的飞行摩托。投资人来了，我可以带他飞；媒体朋友来了，我带你飞；明星来了出场，我也带你飞，可以挣更多的出场费。所以，也正是这么一个产品，这么一个决定，当时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双人版的飞行摩托架子出来了。我就把原来我们 T1 上面的那些动力啊、飞控拆过去调试，当天就飞起来了，背了2袋大米。以前单人版的只能背1袋大米，现在这个背2袋大米，2袋50公斤的大米飞起来了。飞起来之后，我立马人就坐上去，马上就飞了一圈，然后带着王谭也飞一圈，后来带着好多的朋友过来，每个人我都飞一圈，所有的天使投资人我全部带他们都飞了一圈。最重要就是何小鹏来了。这是2020年7月份，很简陋吧？非常简陋。这个小鹏呢，他是经过我们2个的一个共同的好友介绍认识。当时小鹏汽车是8月份，就8月27号上市。这是7月25号，小鹏去东莞找我。找我之后，我就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我们是先飞还是先聊啊？小鹏说先飞，因为这群草根我也不相信你，这个聊有什么好聊的，对吧？就先飞吧。然后呢，我就带他飞了一圈。那个当时亨瑞也去了，也飞了一圈。反正每个人都带他们去飞一圈。小鹏胆儿也挺大，因为这么简陋的东西他也坐上去，你看他也坐在后面老老实实的。后面这个视频传出去之后，下面好多的评论说，这个一个100亿身价的老总敢坐这么简陋的飞行摩托上去飞，一个敢飞，一个敢坐，也确实啊。所以今天看来，你看今天我们做的这么好的X2都还没有让他飞过，所以他那时候他也是对我们绝对的相信。后来下来，我们一下午聊得很火热，因为小鹏呢，他是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也是个理工男，特别喜欢技术。我们第一次电话就通了1个小时，他会想很多的构型。举个例子，飞碟能不能搞个飞碟飞500公里？然后我就跟他讲怎样，飞不到500公里，飞5公里可以。然后他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才让我们的这种思想产生碰撞。他有想法，我呢可以实践，我可以告诉他哪些技术这个阶段能行，哪些技术这个阶段不行。所以，我们到了2020年9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就注册了。这张照片呢是2020年10月9号拍的，当时我就带着16个人来到了广州，最早是带了18个人，我想投个吉利，搞个18罗汉，也想搞一下，这像阿里巴巴的18罗汉呀。结果有2个哥们儿还是不相信，就中途没来啊。我就带了16个人过来，我们就在这个广州成立了小鹏汇天，我们的全称叫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为什么会冠小鹏的名呢？因为我们新成立一家公司，没品牌，市场也不认可你，就打小鹏的旗号，招人也好招一点，要不然我们招人都招不到。所以呢，就在广州成立了小鹏汇天。小鹏是我们的董事长，小鹏是这个 UC 浏览器的创始人。UC 浏览器后来14年，被阿里巴巴收购之后呢，小鹏在阿里干了几年，后来2017年从阿里出来，全职在小鹏汽车当董事长，然后现在他也是我们小鹏汇天的董事长，所以呢，跟着小鹏可以学很多的东西。
所以来了广州之后，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草根，就啥都不懂。以前只专注于做自己喜欢的技术，就是什么构型好。举个例子啊，什么轻转的呀，什么 UFO 啊，什么只要是能够飞得好的、飞得久的，我都喜欢。包括机器人啊，我都喜欢，特别喜欢技术。来了广州之后呢，跟着小鹏学习管理，学习商业模式，学习商业化，就是你的产品、你的技术如何给用户创造价值。你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个阶段怎样的产品能够给用户带来真正的价值，你才会去做，而不是做一个非常长且看不到商业化的那一天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跟着小鹏学着商业化，学成本的控制，学习融资。以前我对融资一窍不通，我都不会这个资本市场是啥。后来我也从零到一开始学着哦，原来资本的逻辑是什么，从源头开始学起，然后跟着小鹏学管理，学用人。所以现在在汇天呢，我主要关注4个事儿，就是战略、资本、管理和运营。战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产品的大的方向把它定下来，就是咱们公司要做一个怎样的产品，符不符合国家的战略？如果是符合国家的战略，那你的产品如何一步一步的到达国家的这个战略，能够活下去，真正的盈利？产品它是一定要盈利的，所以跟着小鹏学商业化的思维，学习这个成本的控制。因为我们以前搞飞机，说实话从来都不考虑成本，只要实现功能。现在看来，实现功能比较容易，但是你要把它规模量产、安全的交付给用户，这个特别的难。所以在机翼公司和华为公司，他们有这么一组数据：华为是1:10:100的关系。如果你做一个原理样机，花1个亿；做一个工程样机要花10个亿，你要规模量产要花100个亿。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一个原理样机，你可能，我举个例子，我今天要做辆自行车，我也许在二手市场上买个轮子、买个脚踏、买个链条、搞个座子，骑上去我就能够把它转动起来，就实现了这个原理。但是你要把它做成工程样机，可能你就要做一点工业设计，完了之后呢，你要考虑把它真正的造出来，要开模去造，好，可能是开的是软模，但是你要真正去量产，那你就要考虑成本，你要考虑你开的模具，那就不是开软模了。所以我搞完了这一套之后，发现哦，原来我们都是从0到1都不算。所以开发一个产品的关系，机翼公司是1:6:36的关系，所以我们公司大概应该也就是1:6:36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做一个规模量产的产品，特别的费钱。你要规模，你要降本，就很多的设备你就必须自研。举个例子，动力要不要自研？如果去买海外的动力，是不是又会被人家卡脖子，而且特别贵？所以你如果是说在传统的燃油时代，你要在海外，你得买一个发动机，买罗罗的，还是买什么公司的发动机？飞控你要不要买？航电设备要不要买？都是买海外的。一套飞控加导航50-60万，加上一套动力可能100多万，那你的成本那么高，你卖多少钱？那可能就会卖得非常的贵。所以我们就跟着新能源汽车学习极致的降本。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看了我们公司的那个X3F上面的那个铆钉，传统的航空铆钉，一颗铆钉200多块钱，一架飞机要用5-6千颗铆钉，光铆钉就10几万。你想想10几万，小鹏摸了才12万、13万块钱，可是稍微那辆车了，你就一塑料袋铆钉，这个贵的太离谱了。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个项目组跟崇威，我们几个就聊，我说我们必须把这个价格降下去。我们的逻辑不是偷工减料，就是你这个铆钉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性能，我比你的还好。
我要做的比你便宜的多，所以最终我们把成本控制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个操纵器件，一个操纵杆，你知道传统的一个军机的操纵杆多少钱呢？60万块钱一个操纵杆。你说我们这个操纵杆就类似于那个汽车燃油车的那个挡杆，你说如果一根挡杆60万，你这个车卖多少钱？所以它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成本的控制，所以我们的极致降本，要把你降到几千块钱，我们才愿意，才能够给用户创造价值。所以我们考虑的极致降本，而且要控制质量。如果你把产品造出来质量不一致，你交付出去你卖的越多死的越快，所以又要控制质量。这质量控制也特别难，因为质量跟研发，他们两个经常要打架。这2天9月份不是什么中国质量月吗？天天都是质量，大公司的质量就很牛，小公司的质量就跪在地上的，是吧？所以质量特别的重要，质量是让一家公司能够走得长远的这个法宝。所以跟着小鹏学了很多关于产品、融资、团队的管理、用人、识人，然后项目的推进，包括营销。我觉得小鹏的营销现在也做得越来越好，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非常学习的一个榜样。特别是在供应链上面，小鹏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啊。下面我们看一个视频啊。给它取名叫筋斗云。飞行摩托穿过了小洞，迅速朝着湖面飞去。欢迎我们的飞行梦想家赵德利先生。自主发明的全世界第一台，佩服佩服。当离别出国，让你知什么决定要等待现实融化，因为。好，谢谢。刚才这个呢，是给前面几年的一个交代。最后的落幅，刚才最后的那个落幅落到了是我们2022年在迪拜全球首飞的时候的一个盛况。当时头顶一块布，天下午最富的人都来了。当时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有驻外的大使啊都去了。当时国内的报道也非常多。那不是最后，我们在24年的1月份，我们去 CES 发布了我们那个陆地航母的概念和一体的飞行汽车，当时也是全球非常的轰动，特别是海外都看到中国的 Flying Con， 这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那才叫真正的飞行汽车。所以，我觉得能够中国的科技走出海外，能让老外点赞。我也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生长在这个年代，特别的自豪。小鹏汇天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从当初的20人到后来1个人，再到今天的1100人左右，我们目前是整个亚洲最大规模的飞行汽车公司。这个规模呢是人最多，因为大家都还没有交付。你这个时候说你有多牛逼，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心中的一个执念就是小鹏汇天
等我们交付的时候，我们的交付量是全球 eVTOL 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才是我想要看到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个陆地航母交付出去的时候，一定能够做得到全球的最大的交付量。我们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我们马上9月底10月初，我们在黄埔的工厂就要启动建设了。我们这个工厂应该产能是年产1万台以上的一个产能。如果真把它卖出去了，我相信这一定是全球所有eVTOL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我给一个数据给大家，全球一年卖通航类的飞机不到4000架，就什么固定翼啊、直升机啊。我们看到很牛的贝尔，就是我运回去的那架贝尔505直升机，才1200-300万，就1000来万块钱，全球一年才卖多少啊？76架，22年的数据好像是76架，就全球一年，它那么太贵了，它卖不动。所以我想的就是我们的陆地航母交付出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公司的销量能够做到全球第一，那个才是我想看到的。所以回归初心，飞行是人类永恒的梦想，但是飞呢，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的难。我当初的想法就是想让飞行更加的简单，更加的自由，更加的便宜，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飞，所以我才造了一个飞行摩托出来。所以小鹏汇天的使命就是让飞行更自由。如何自由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比较简单，就让用户能够飞，而且很便宜，让大家能够买得起。我们是通过技术创新给用户创造价值，而不是炫技。我们一定是我们的技术，拿差不多的技术，把它变成产品，把它变成商品，能够在个人体验、空中通勤还有公共服务上面能够有一些大的作用。那我们的愿景呢？小鹏汇天的愿景是全球领先的低空产品创造者。这个创造就是创新和制造。所以我们的陆地航母啊，它是一个巨大创新的一个产品，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我想电动飞机也好，油动飞机也好，不管是固定翼直升机，我们现在做任何产品，全世界都有，就只有这个陆地航母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理念。我也想着以后我们除了陆地航母之后，还有迭代的产品，都是巨大创新的产品，都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物种，能够对标大疆。其实大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看大疆技术也很牛，销量也很大，而且每次发布的产品都卖得很好。它是基于航拍、测绘、巡检、撒农药，还有送货。那我们呢，就专注在载人飞行，也不排除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产品的拓展，但是我们会专注在载人飞行这个领域上面。所以我们期望我们能够从创新制造，能够最终做到引领，能够从制造到创造，从中国能够布局到全球，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所以要达到这个愿景，我们一定要聚焦。要达到这个愿景，我们一定要聚焦。低空经济要形成万亿级的规模，有2个前提。我们都知道，低空经济，特别是从去年这个中央召开经济大会之后，把低空经济写入战略新兴的报告，然后今年两会又提了。那低空经济是什么呢？因为在座好多专家当然都知道都懂，特别是张亚军教授啊、赵琦董事长都是搞低空的，大家都懂。但是有很多的媒体，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多的车圈的媒体，可能大家对低空经济还不是那么的熟知。低空经济呢，我们泛指在1000米以下空域的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飞行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就叫低空经济。你看，早期会有通航类的飞机、固定翼直升机、三角翼旋翼机，包括动力伞、滑翔伞，都是属于低空。
但是那时候规模很小，全中国的这个通航市场才3、4千架飞机，包括呢最近有挺多玩三角翼旋翼机的，还有一些玩动响滑翔伞的。好，现在的固定翼直升机基本上都是在景区做空游，但是呢成本很高，特别高。好，这是一方面的低空，还有呢像大疆这样的产品，航拍的、测绘的、巡检的、撒农药的、送货的，也属于在低空里面。最近美团和顺丰，美团开始用它送货，所以我们美团用它送外卖，在深圳有些试点，也许你们在深圳点一杯咖啡，是美团的无人机给你送过来的。然后顺丰也开始了，广州现在也在开通比较多的航线，都会在低空里面开始作为。但是这个赛道里面，早期消费级的无人机在低空领域里面是100亿级的规模，到了工业级的无人机呢之后是1000亿级的规模，到了载人和解决交通才是万亿级的规模。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解决载人载物的交通问题，这个是我们想做的。但这个事儿吧，周期挺长，它不是说1天2天就能够做成，所以还需要长周期、长时间去干啊。所以汇天呢想的是，我们从野外先飞起来，再到 CBD， 城市上空一定是最后一片净空，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从野外到城市。传统的航空呢有4大痛点：存储难、补能难、学习难和移动难，就是转场。存储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大家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今天买了一架飞机，直升机也好，固定也好，你放哪里？地下车库放不下，家里也放不下，只能是存在通航机场，存在别人的公司那里。你想飞的时候去飞一下，这就是存储的问题。你自己不可能注册一家公司，为了喝一杯牛奶还羊头奶牛，还搞个牧场，所以成本会很高。你注册一家公司之后，你还得要飞行员、地勤、机务、维护、保养一堆的，一年一架飞机可能也要100-200万，你才搞得定。所以呢，这个存储也很难。补能，如果是电动飞机，补能也是个难题，因为现在很多的在通航机场啊，它都在比较野外，你要给它加充电桩，要去搞补能站。学习难就太难了。因为我在学直升机的时候，你是忙得要命，我就说的忙得要命了。王谭最近也在学，好忙啊，就手忙脚乱，这个眼睛也盯着仪表，然后2个手2个脚，就忙得不得了。就是有时候头痒了，就不敢伸手去抠。我要跟那个机长，跟师傅说，哎，师傅你操纵，我来抠一下痒，抠完痒我就把着。所以你想象一个人飞的时候，那个头痒，你不是高手，还真是腾不出手来抠痒，所以特别的难学。那固定翼更难学的也就是起飞降落，直升机也是起飞降落很难学。这个身体又得也很健康，视力要很好，然后每年还定期体检，完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学一个飞行驾照，就非常难。再就移动难，我们都知道你玩飞行啊，你如果天天在本场飞，天天就在一个地方飞，你飞几次你不想飞了。所以你想全国各地看到美景了就要飞一下，那你把你的飞机就得要调来调去，就移动，你不能直接飞过去，飞过去你要报好多的空域。你举个例子，我前段时间把直升机运到湖南去，人家问我是不是飞过去的，我很想说是飞过去的，但是我不能这么说，它是真是运过去的，它就是运过去的。你飞过去，它一路的天气也是挑战，一路的空管，你看你在广东什么澄城管制室、佛山管制室，就一堆，然后到了湖南的管制室，你全都要协调空域，你个人是没这个能力的，你要公司，你才能去协调。你要飞到湖南去，你还得要中途要找个地方加油，所以呢，你就得运，这运过去叫个大车，把它放在那个车子上面，所以它特别的麻烦，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必须走个新的路子，不能这么干了。所以国内的很多的友商都在探索新的路子。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
都是国内外友商的一些构型。第一个是友商一航的216啊，这个已经在全球拿了第一张 TC、PC， 都拿完了3证。然后呢，第二个是美国的 Joby， 它是一个轻转6旋翼啊，全轻转的。第三个呢是沃飞的这个半轻转。第四个是 Lilium 的这个涵道，这个呢，这个技术我估计够呛。为什么呢？因为涵道这个功率特别大，是螺旋桨的5、6倍，所以这个阶段涵道要满载悬停困难，可能滑跑还有点机会啊。最后一个是风飞的，本来今天田总昨天都已经到了之后呢，今天凌晨5、6点钟的时候告诉我这个有事儿，就急着回去了啊。所以这是几个构型，都各有所长吧。我认为这就是国内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多啊，还有10D啊、沃兰特呀这些公司，大大小小应该有10-20家都在做 eVTOL 的探索。现在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都想在这个低空经济、新能源这个飞机 eVTOL 这个领域能够做点事儿。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特别是一航啊。在做了这么多年，推动了整个行业，然后也拿到了这个3证都已经拿完了，所以，我们跟在后面，就是这个前人种树，我们开始乘凉了。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中国的低空经济啊也做点贡献，所以我们这个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构型，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风飞也从深圳飞到珠海，飞了一条这个航线，也让大家。用户也好，政府领导也好，媒体也好，看到了未来空中出行的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是可能性，我们也从中也跟友商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呢，就像2013年、12年的新能源汽车的那个年代一样，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各种路线都有，有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混电的，有插混的，有好多，有换电的。最终跑出来的可能也就只有几家，所以我们就在想，早期呢没有低空经济这一说，我们都在坚持。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加持，我们更要小心谨慎的对待，我们更要如履薄冰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做好每一个决策。我们因为也到了广州之后，一切都走得比较顺，融资也比较顺利。在广州，我们21年一把就融了5亿多美金，拿了这个整个亚洲最大的单笔融资的一个规模，所以拿了这手好牌，我们不能把它打乱了。所以我又是草根出来的，每花1分钱就特别的抠门，所以这次的这个主办方也说我们很抠门，反正走到哪里都说我们很抠。那个我们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不准那个什么，这个买早上9点以后和这个5点之前的这个机票的，都是9点以前和5点以后的机票只报销经济舱，然后呢打车报销也有里程的，你不能搞个几百公里也打车都没有，所以住酒店也是大城市可能住在450左右的酒店，你要做商务舱没问题，自己掏钱，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会，因为特别是早上的红眼航班的时候，我想睡一觉，也在商务舱躺一下，后来发现我1个月出差出个10次，我每次贴1000块钱，我1个月下来要贴1万，我也挺心痛的。这个，所以呢，汇天在做决策的时候很严谨，我们想着做个样件儿，刚才我前面也讲到，你从0到1做一个样件，做一个。原理样机，你花不了多少钱，可能是花几千万到1个亿的钱，但是你要真正决定要干一个量产产品的时候，就要砸大钱了，因为你要有规模，你就要跟供应商去谈规模，那个要签合同的，你做不到要赔钱的，所以小鹏汇天呢，就定了一个3步走战略，前面还有个叫2条腿3步走。我们制定了这么一个战略，叫产品战略。为什么会这样做产品战略？所以刚才我讲，我们都知道
低空经济、空中出行、空中的士、飞行汽车满天飞，那一天一定能到来。但是那一天哪一天能到来？能不能活到那一天？那如果要到那一天，你的产品要做到什么程度？你的产品要做到极高的安全，因为你解决的是什么？从广州到深圳，从广州到长沙，你解决的是这种问题。在城市上空飞，你要极致的安全。如果掉下来一个，整个低空经济别搞了。所以不能让它掉下来。所以要做到比直升机还要安全。你要做到这么高安全，你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要好长时间的周期去搞研发，去搞测试。好，除了安全之外，还有什么呢？极致的降噪。这个噪音大，你在城市上空飞，老百姓一定投诉你。我们现在被天天投诉的要命，就是直升机还在野外一个测试的基地，在军舰。我们偶尔要测试一下噪音，因为我们的同学，我要他们全部都要去先飞直升机，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飞行。有时候我们要测一些我们的电子设备，测一些我们的辐射，测一些我们的噪音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飞。你飞1-2个小时，投诉电话就来了。所以天天被投诉，还是在野外呢，还不是在城市上空。好，安全噪音。这个成本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如果我们造一架 eVTOL， 低噪音、高安全，还能载5个人飞这么一个产品，大概率要多少钱能把它干出来呢？如果你的 eVTOL 干到了1000万块钱一架，等于你就是在开着劳斯莱斯拉客，比劳斯莱斯还贵去拉客。会很贵，单次的成本会巨高，所以我们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1000多万的直升机单次1个小时的运营成本1万块钱。这1万块钱它有什么呢？它有地勤、机务维护保养，然后这个折损、飞机的折旧，还有燃油的钱。1万块钱。1个小时，1个小时就是深圳一个来回。如果你包机去的话，你花1万块钱，运营公司还不挣钱。那有几个人愿意掏这个钱？在这个阶段愿意掏这个钱，那你就把它干得巨便宜。所以，如果你的eVTOL能够真正干得到，解决通勤的eVTOL能干得到300万以下的售价，单次出行比滴滴专车贵那么一丢丢。举个例子，从这里到深圳，如果打滴滴专车可能500多块钱，你收人家800块钱，有机会。因为我们要跟高铁竞争，跟私家车竞争，跟滴滴竞争，还要跟天气竞争。因为没有好天气也不好飞。我们为了搞这个活动，天天看墨迹天气，一怕下雨，一下雨又不好飞，刮风也不好飞，刮大风也不好飞。所以这就是产品要做到巨便宜，所以这个里面很多挑战，不是说做不到啊，它需要时间。我们怎么办呢？既然大家都看好未来一定是满天都是飞行汽车，那一天它也会到来。那会天如何活到那一天？我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双足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一定是未来，因为它能干嘛呀？它能够帮我们做家务，帮我们做饭、叠衣服、拿快递、送外卖，都可以，甚至在军用上面还可以去打仗。但是人形机器人产生智慧，它的步态控制做得很好，感知也做得很好，它能够认出冰箱最里面那包榨菜，它能够给你拿出来。那天什么时候能做到城市产生这样的价值，而不是翻个筋斗给我看一下还卖100多万，对吧？翻一个筋斗代表它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还不能干活，没有产生商业价值。但是你们发现那个扫地机器人3980，它能够给你扫地，卖的还不错，一年卖几十亿。所以如果有一家公司现在做扫地机器人，同时呢有一支小分队储备双足机器人的技术，这家公司是不是还是可期的？因为扫地机器人可以养活自己。所以
我们就类比啊，又看新能源汽车、魏小李啊、小鹏、理想、蔚来，他们3家有换电、纯电，有增程，谁活得好？为什么活得好？是因为它这个阶段给用户创造了价值。那我们如果这个产品这个阶段不能给用户创造价值，我们就慢慢做到它能创造价值的那一天。那所以小鹏汇天第一步就是陆地航母。陆地航母，我们都知道，陆地航母这个产品，我不在城市上空飞，我让大家在野外先飞起来。车子里面装的一个小飞机，这是全球独创的一个产品。我可以卖车呀！你要说中国人造一辆车，如果造一个很豪华的车，你又没有品牌，你要卖100-200万，哪些人会买？你要跟国外的豪华车去竞争，去跟宾利、保时捷、跟劳斯莱斯去竞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买你的车？哎，后来我们看到，比亚迪出了一个仰望，它能够原地掉头，能泡水30分钟，卖100多万，交付量还不错。突然之间让我们看到中国人造的东西，只要跟科技挂上钩，还是有人愿意去买单的，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创新已经上来了。所以我们就在想，我这个产品平时它也能够开，我后备箱里给你塞一个小飞机，等于就是买车送飞机，车加飞机的价格不超200万的话，是不是有点机会，能够真正的让用户先在野外飞起来，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先用陆地航母交付量挣钱，你只有挣到钱了，才能造到更优秀的人，因为好东西是人干出来的，好，你才会有可能再把更好的产品持续的造出来。终极目标就是把交通从2维变到3维，所有的汽车都会飞起来。这话是张亚军教授说的啊。以后所有的车子都会飞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飞它是有需求的，从古到今，每个人都想飞，没有人不爱飞，所以一定能够飞得起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分这3步。我们第一步，把陆地航母造出来，卖出去，获得现金流，持续的投入，把 eVTOL 这个产品把它做到极致的便宜。因为我的陆地航母卖那么大量之后，我真的就把供应链培育起来了。有很多车厂的供应链，他愿意跟我们玩，因为我们看到传统的航空都是手工敲的，它没有量，所以才贵。汽车它规模量产之后，它又有量，质量又好，他愿意跟我们玩。我最近在忽悠这个张总，忽悠赛力斯、金康动力搞这个航空的增程器。张总今天也过来了啊，欢迎你。这个搞航空增程器用在我们的这个第2个产品上面，我们期望它能够飞500公里，我们期望能把价格打下来，因为我有这么多供应链跟我一起，我有机会把这个产品做到既便宜又好用又聪明又安全又低噪音。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集结全球优秀的人才，一起能够把第2个产品干出来。第3个产品呢，我们现在只做预想，所以创业公司定战略，定3年看5年，所以第3个产品在我们5年之外的事情。所以前面这5年，我们把这2个产品把它干好，能够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它干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陆地航母的最近渲染出来的几张图片，特别的漂亮。这就是它的典型的应用场景：山海任飞跃，天地尽驰骋。所以我们试想有一天，我们就开着我们的陆地航母。以前我们都是开着车，背着无人机，一路开，一路把无人机放出去，拍美丽的风景。以后我们是一路开着车，看到漂亮的风景，把我们的飞行器放出来，坐在上面，你自己在上面飞一圈，真正的体现飞行带来的自由，能够真正做到
一路开一路飞，从空中欣赏祖国的美景。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合机构。这个视频呢是去年渲染的，我们最近的这个分离结合机构呢，到了第2个阶段，做的比这个更好了，就是车子它会自动找到这个飞行器，然后呢全程它不需要人去介入它，它全程都是自己人下车之后，它自己找到飞行器，然后呢把它装上去。因为这个飞行器还不轻，如果靠人装上去，它装不上去的，特别的困难啊。所以这个就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我们可以一键让它分离结合，陆行体自动寻找飞行体，而且精准的定位。我7月份特地去看了我们的在实验基地，看了我们的这个分离结合，也是很激动，因为这个产品也是一个很大创新。我说我们又造了一款车，造了一款飞机，还造了一个分离结合，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专利布局。有很多投资朋友在问我的时候啊，以后有商想抄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利布局，我们基本上都不玩了，特别是分离结合，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和陆行的部分的主要的专利，我们全都布局了。而且这个陆行体啊，我们叫它陆行母舰，车长5.5米，3轴6轮，车高2米，车宽2米。为什么这么定呢？我们希望它是 C 罩就能够开，然后呢，我们的存储，我们的飞机就放在车的后备箱里面，我们的车子可以停在地下车库，能够停在一个标准的地下车库里，能够停得进去。而且这个自动泊车我们也很注重，因为这个车有点大，这个车子呢，可以有4个座位，还是有不错的乘坐的空间。今天呢，我们可能就不展示内饰啊，那个内饰今天不展示，我们今天是会展示一个外观，到年底或明年的时候，我们会展示它的内饰出来给大家来看。这样一看，我们这款车啦，像一个月球探索车，极简、凌厉的赛博机甲的设计语言，彰显新物种的未来感。车身尽显灵动。在这里呢，我要 Q 一下我们的设计天团团长王谭，跟大家示意一下啊。还有我们的海外设计师 Rafik， 他是法国人，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Baiko 上，这是韩国人，在日本，在本田干了17年，阿南。法国人，他主要是设计内饰，他呢跟 Rafik 是大学同学。Miyamoto 是日本的朋友啊，也是在我们这边，以前也是在本田。还有好多我们自己的同学，王斌啊，觉得我们的这个造型设计还是挺抢眼的。所以现在就是既要实力，又要有颜值的一个时代，所以你这个车子开出去，光这个陆行体足够的酷的。好多朋友问你们这个陆行体能不能卖？哎，我说这个我们回去战略讨论，要跟小鹏汇报一下，到底是小鹏卖还是我们卖？我们是专注低空，所以呢，我们想把飞行做好，陆行部分呢，这个小鹏帮我们把它做好就行了。所以这个设计，我们希望我们后续的产品有了这个设计天团，后续的产品会越来越酷，越来越棒。这个一体式的贯穿大灯呢，是现在这些年的汽车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设计语言。但是呢，我们大胆的启用了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后视镜，它是没有镜片的，它就是一个摄像头。然后呢，它的显示屏是在舱内。这种流媒体后视镜我也进去体验过，也特别棒。在我们早期做产品定义的时候，我们特地改造了一辆车，我特地开了一下。我最开始还担心什么呢？担心它的那个延迟，或者是晚上这个光线不好。后来白天晚上都开了，感觉特别棒。平时它可以收起来，因为这个车它够宽，把这个后视镜收在里面也不会被刮到。小鹏 X9 的后视镜就是用的流媒体的后视镜。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这里有没有小鹏的这个车主啊？
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是大胆的去用了一些新的元素。我相信后面流媒体的后视镜会用的会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在停车的时候呢，后视镜完全是收纳的。这是一个开门方式呢，是电动对开门，就是有这种劳斯莱斯的那种珍贵感啊。但是这个一键就开合了，还是蛮有汇天的这种科技感。尾部呢是透明的，我们的飞机装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还是挺显眼的。现在看到的那里是它的电驱系统，所以这个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尾门的一个设计。尾门呢也是一个对开门，对开了之后呢，上盖往线上，上盖往上掀起来，然后呢自动就会把它放出来。我说这个就像下蛋一样，它就下出来了，2-3分钟吧。它的整个过程，这个分离结合的过程就是2-3分钟。这款车子呢，它是全能驱动，后能转向，转弯的直径，这么大的车转弯直径大概就小于13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掉头的时候的问题。我那天开的小鹏的X9掉头，在里面那个车道咵就掉过去了，我看到一辆小车还掉到外面那个车道去了。所以后能转向对于这种大车还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这个有6个轮子，又是6轮驱动的，所以呢它有很好的承载力和轻越野能力。它不是一个承载式，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而不是非承载车身。所以呢它的越野能力不会特别强，但是比一般的 SUV 要强很多。所以呢这款车子在野外开的时候还是挺过瘾的。我们是全球首个800伏碳化硅的增程平台，800伏的，因为原来很多增程平台都是一个400伏的，所以在行业里面呢，这个也能够轻松满足大家的出行的需求。它的 C2TC 可以到1000公里，所以就是满电满油的情况下，我们的续航有1000公里，所以没有里程焦虑，不用担心开到野外飞一下飞机就没电了，有电能跑1000公里。所以我想着下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能够开着我们的这个陆地航母能够开回去了，中间还不用加油。所以这个陆行母舰呢，它又是一个移动的超充站。为什么这么说呢？行驶和停下来的时候，它均可以给这个飞行体大功率充电。满电满油的情况下，可以实现6次的补能。就是说，我们的飞行器，你如果带着朋友出去玩，每个人上去飞一大圈，下来之后呢，你充一会儿电，又可以接着飞，可以搞6次。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开回去。在100-200公里的航程里面还可以开回去，堪比一个移动超充站，随时充电，即刻就飞行，所以解决了一个补能焦虑的一个问题，补能难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叫它这个陆地航母呢？你看航空母舰不就是上面装了很多飞机，它在海上行驶，飞机作战半径大概就是1000多公里。搞完了之后回来马上补能，在陆地航母上面补能，又接着可以作战，这就是陆地航母。刚才前面都是讲的是我们的陆行体，下面呢重点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飞行部分。我们这个飞行体呢，它是一个多旋翼、6轴6桨双涵道的设计。6轴6桨呢，它是可以满足，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我们要把它收纳进去。当时我们探索了很多的构型，怎么样都装不到车里面。后来我们探索完了之后呢，这个6轴6桨这种布局刚好折叠之后呢，很巧妙的能够放到我们的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同时，这个6轴6桨的设计还能够满足单点失效，就是有一个螺旋桨停掉之后呢，它会自动的把对角的那个桨停掉，自动重构一个构型，就变成从6轴变成4轴。所以我们看到好多大疆的无人机都是4轴的，其实4轴也很稳定。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做到立马重构，从6轴变成4轴。下面有2个涵道，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在问为什么有2个涵道。这2个涵道的设计是因为我们为了满足单点失效，
就是有一个螺旋桨停了，又把对角的停了之后呢，它的航向偏转的能力会变弱，它就会自旋。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涵道就起作用了，它是稳定航向的作用。我们也计划呢，后续会在飞控的控制上面去做一些尝试，看看前飞的时候能不能把涵道作为一个推进系统，能够提升这个飞行的这个效率。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后续会去尝试的。这边重点讲的就还有我们这个产品呢，80%-90%都是碳纤维，而且还用到一些高模态的碳，就是普通的 T300的碳还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T700啊的碳纤维我们都用上了，所以轻量化做得很好，但是成本也很高，因为碳纤维这个产品这种工艺啊，现在大部分都是人工铺贴的，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用一些自动化的工艺去成型，所以后续还会有大量的这个技术要去研究。所以看到我们这个座舱非常的视野非常开阔，是270度的这个全景的座舱，视野很开阔。在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个360的摄像头装在这个飞机的一个角落，它会把整个飞机的外面也拍到，里面人在驾驶的时候拍到，然后会自动生成一个视频，生成视频的时候发到你的手机上面，你可以发到社交网站上面去炫耀一下，咔，我今天飞了，我自己飞的，你们看啊，这一定是我自己飞的啊，就是可以炫耀一下。我们这个飞行体呢，也是全域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现在做到全域碳化硅800伏的平台，目前看也只有小鹏汇天一家在做，可以说我们的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 ，Pack 之后的能量密度在行业里面是遥遥领先，肯定是比 Joby 的要高。这个 PR 让我别说，我说我还是得说一下啊，这个还是值得骄傲。在前段时间，我们也做了15.2米的这个无保护坠撞，掉下来15.2米掉下来，不冒烟不起火。这个为什么15.2米呢？因为直升机它有一个坠撞的要求，就是从15.2米掉下来，油箱要不裂开或者是不起火。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也是参照那个去做的这个坠撞的测试。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非常的紧凑，涵道和我们的这个飞行电驱都集成在一起。我们这个电机和电机的控制器是集成在一起的，里面还有液冷的循环。然后呢，我们这边在机臂上面有个散热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过热的问题。这个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试，所以这个产品呢有更低的能耗，而且更快的充电的速度，能够快速飞完之后就立马就补能循环使用，不用担心电池过温啊什么。我们最近还在探索我们的那个电芯，因为我们电芯是用的4695的电芯，这个电芯原来车用一般都是用钢壳的，后面我们用到铝壳，最近我们在探索这个钛合金壳，深冲钛的壳体，极致的轻量化，而且呢让它的热失控更好管控。这里重点讲一下我们的飞控，这飞控呢也是小鹏汇天全站自研的飞控和导航系统。大家看到我们整个飞机有3套飞控，有3套导航，动力类似于人的心脏，飞控就类比于人的大脑。我们也把它可以比作成飞行员。为什么搞3套呢？3套它就是互为备份，而且是异构的。怎么解释异构呢？就好像我这个飞机上面有3个飞行员，其中有2个是男的，1个是女的，而且他们吃的东西还不一样，所以就不用担心他们会出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呢，也就是做到了3余多的这个飞控和导航系统，这个是我们全站自研的，而且极致的控成本。我们的航姿仪去年也提交了适航申请，所以这个我们除了这个多重的冗余保护之外，我们还在电子围栏，而且我们这个还能够符合航空和车规的双重环境适应性与电池兼容性。就是说大家都很害怕什么这些电池枪的干扰啊，因为飞无人机的时候你有个什么电池枪你要干扰它挺难，所以我们这个抗干扰的能力也做得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很复杂的赫尔辐射的那种环境里面，
会做大量的测试，目前都能够满足我们的安全的要求。所以我们的飞控是3鱼度的，我们的动力电池有2块，有2块电池放在飞行体里面。我们的这个通信也有2路，同时我们的操纵器件也有2套，有一套是操纵杆，一套是按键。所以我们的飞控刚才讲了有3套动力呢，它是2块电池，同时是平时2块电池同时工作。万一有一块电池失效了之后呢，另外一块电池还能够确保它能够迫降，有应急航时能够迫降。这个通信链路我们都知道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早期做测试的时候，或者是说容易被黑客黑进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通信链路也做了双鱼度，做了一些屏蔽。好，我们的操纵器件就是有一套是操纵杆，一套是按键。平时用操纵杆可以飞，但是操纵杆失效之后呢，还有几个按键前后左右降落都可以，它不可能同时全失效。我们造这个飞行器呢，用了造车的逻辑。我们都知道，传统造飞机可能你就造几台框架机，3、5架飞机就完成了整个生命周期的测试。我们为了能够让它更加的安全，我们做了200台测试样机。200台测试样机，每台机子都是并行在测试。并行测试，有山高测试、高原的、高海拔的、高温的这些测试。同时呢，我们还测试它的可靠、耐久、震动，然后延误天、大风天、下雨天的各种测试，做并行测试，能够确保整个围绕着我们的零部件系统整机3大层级展开多种类的安全测试。最近有好多朋友也刷到我们的这个陆地航母的陆行部分在吐鲁番在做下标，那里40、50度的温度，我们的工况车子又要爬坡测试、急加速、急减速的各种工况测试。下半年我们的所有的飞机全出去漠河去那些地方去超低温的去测试，到处的各种可靠性的测试。像只有把这些测试做到极致，它才能够确保产品的机制安全，我们卖出去之后心里才有底，才能够放心的让用户去飞。不是小鹏经常说吗？我们的飞行汽车每个高管要飞5000公里才出去卖。所以呢，后续的我会带队，因为我喜欢飞，所以会带着我们的高管。现场的朋友们、媒体朋友们也好投资人朋友想加入我们的测试团队的可以报名一会儿最后一趴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扫码报名。我们看到，现在大部分的飞行器都不带感知和避障系统。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呢，X3它是有感知的能力，避障呢是在我们下一步。在这个阶段，它会感知提醒，就是在前飞的时候，它实时建模，它会把障碍物呈现出来，提醒你障碍物离你还多少米，然后让你去刹车，让你去要么就爬升，要么绕过去，要么刹车。所以它可以做到一键的自动起飞降落，然后自动规划航线，一键生成航线，自动飞，还有多维度的智能空中感知避障的辅助系统。降落的时候，它有一个辅助视野能够降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开直升机降落的时候，你看那个圆圈它不好看。那高手他是靠感知、靠人去蒙的对。所以新手你要去降落，降到那个圈里面降得不准。但是有了这个辅助自动驾驶之后呢，它可以降得很准，同时它的感知提醒，就前面障碍物，你看到有风筝有无人机有大的鸟有直升机、三角翼，它老远就探测到了之后，它会告诉你。因为传统的无人机，他们用的感知的摄像头只能探测30米，我们用的是车规级的，可以探测到200米开外，所以在200米开外，我们就知道前面有障碍物，然后做出感知的规划的动作。刚才我在这里讲到，我们这个产品呢，它是单杆操作，非常的简单。在座的各位，你们没有任何飞行经验，5分钟你们就可以上手。我相信有几个领导都去我们那里去体验过我们的模拟舱。
3个小时可以让大家变成高手。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以前我说飞直升机的时候忙得不得了，2个手2个脚都手脚并用，眼睛盯着前面。现在可以不用，它一键悬停悬在那儿，你操纵杆不给它动作的时候，它就没有动作，它也不往前飞，也不往后飞，它就悬停在那里，稳稳的等你的指令。你在这时候可以拿手机各种自拍、各种直播都可以。所以操纵从来没有如此简单，这个就是真是我当年2013年搞飞行摩托时候的想法，今天终于把它实现了，就真正做到了非常智能的操控的体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后续你们想体验的可以报名去我们那里，真正的感受，先感受模拟舱，再到后面感受这种操纵，3个小时变成高手的操纵。这个里面就是2个模式，操纵杆和这个按键的模式。讲了这么多产品，刚才上面都是讲的关于我们的产品。那我们的车主买了产品之后在哪里玩呢？这就是我们签约的飞行营地。我们目前跟全国70多家飞行营地签约，预计到年底的时候会有200家以上飞行营地。今天这个恩平的飞行营地的老板李总也过来了，这个很科幻的场景是真实的场景啊，不是渲染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2021年就在他那里做过好多视频的拍摄和测试，以后恩平这个很科幻的场景就是我们的场景之一。我们期望就是全国的核心城市的用户，30分钟的车程就能找到大家可以飞的营地，可以飞得起来啊。在经典的旅游的线路当中呢，我们会布局我们的飞行营地。举个例子，新疆的喀纳斯啊，这些地方一路自驾游，一路布局我们的飞行营地。所以以后大家开着车想看哪里的美景，就开着我们的车去看。所以这些营地我们也在逐渐的在拓展当中。所以现在有70多家，年底会有200多家，估计到明年会有300-400家营地。所以我们的飞行营地、通航机场、景区都是我们的用户的使用的场景。这些地方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些地方它本身就有空域，而且还不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飞行营地它自身就有空域，在本场飞行就 OK 了。同时，我们这个产品呢，在社会的公共服务上面也会有很大的用途。举个例子，在紧急的医疗救援、短途的越障救援，很多时候高速堵车了，前面发生了事故，应急吊也堵上了，我们开个陆地航母到旁边飞过去，停在一个货柜的车顶上面，把人救下来。再就是高层逃生，高层逃生就是高层着火了之后，现在很头痛的问题，就消防车也够不到。那我们可以把陆地航母开过去，把飞行体放上去，把人救下来，这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产品，我们后续会在应急救援上面去主推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应用场景。在政策上面呢，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低空经济纳入战略新兴产业。24年两会的时候呢，这个又提了低空经济，所以现在全国非常的火热，甚至我们一路啊，今年好多的工作都是在接待各个团体，在调研低空经济。我上半年都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当然，低空经济在广州提出了2027年面向全球生产销售广州造的首台飞行汽车，推动广州成为全国首个载人飞行商业运营的城市。这里呢，感谢广州的政府啊，在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特别是这个开发区这边走得比较靠前，然后也早就在去年就搞了一个低空10条啊。在空域的政策上面呢，我们看到23年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法里面有一个搞了一个征求意见稿，计划实施的就是空域分层分类的管理，非管制空域或由审批制
改为报备制，就是以后飞行呢会更加的简单一些，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因为现在我说我要从广州去深圳，我要提前报空域，它不能够解决交通问题。今天赵琦董事长也来了，也没有开直升机过来，因为过来估计也得要提前要预备一下才行，还要找一些附近的降落点。就以后如果是说真是把那个机空域放开了，300米以下由这个审批制改为报备制，飞行就会更自由了。我们期待在26年、27年看看，政府能不能把机空域、W 空域能够改为报备制。我们期待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低空经济就真正的火起来了。咱们的产品呢，是申请的4行是轻型运动类。今年3月份，中南局受理，现在是广州省电中心在审理。我们密集的开会讨论，自从3月份到现在，开了差不多30次的协调的会议，政府也非常的积极，这里面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的支持。最后，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10多年，从早期充电一次1个晚上，续航100公里，到现在充电10分钟，续航500公里，突飞猛进。以前的车机，进口的车机稀烂，现在我们跟他说话，你好小 P， 导航去哪里？你好小 P， 开空调、开冰箱，他都跟你对话。以后依托大模型训练的会越来越好，它的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同时，自动驾驶也越来越强。小鹏汽车现在的自动驾驶在国内也是走在前面的。所以，通过了这10多年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占据了全球70%的销量，占据了全球70%的销量。所以未来我相信，每年的现在的渗透率，今年渗透率已经超过60%了。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会越来越领先。那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中国的传统航空是很落后的。我们的发动机要买外面的，航电设备也要买外面的，我们甚至没有太多的航空的人才。但是，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机遇点上面，新能源汽车培育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现在人才密度足够的厚，培育了完备的供应链，培育了完备的市场。那下一个10年，是不是飞行汽车的10年？我们在想，那一定是飞行汽车的10年会到来。所以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这里要感谢国家的政策，也感谢小鹏汽车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小鹏汽车呢，今年出海卖得还不错。这是小鹏汽车的一个滚装船正在向海外销售的这个一个盛况。今年小鹏汽车从去年拓展了欧洲，今年已经卖到了海外的好多其他的国家，估计到年底的时候会有大几十个国家都会有小鹏汽车的身影。它的右舵车已经在香港开始在卖了。所以我在想的就是，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面，中国的传统航空这么的落后，那既然站在新的历史机遇点上面，我们依托新能源汽车培育的完备的供应链和人才体系，那我们中国人又这么的勤奋，我相信我们以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和勤奋，一定在飞行汽车领域也能够像智能手机、智能汽车之后又一大巨大的产业。新能源汽车占了70%的市场份额，我相信飞行汽车 eVTOL 一定中国人的中国制造的也能够占到70%，因为中国人
非常的棒，特别的勤奋，政府领导又非常的支持这个赛道。我们今天开完这个品鉴会之后呢，11月珠海航展，我会开着陆地航母出来，然后把飞行器放出来，我坐在上面绕场1周。今年的11月15号，我们会在珠海首飞，载人首飞。同时呢，今年的11月，我们会在广州车展全球公开亮相。因为今天我们是小范围的品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启动预售，到26年我们会大规模交付。如果是说我们的工厂建设的比较顺利，我们明年底就会内部交付一部分。我们的工厂计划是在明年的7月30号量产工厂这个建成，第一台这个 PT 车下线，然后 PT 车下线之后呢，还会要做大量的测试，因为新车下线它肯定会有很多的质量问题啊，一堆的小问题。然后呢，我们通过几个月的这个大量的测试、高管的使用、内部交付之后呢，再到26年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开始交付。这个价格吧，肯定不会超过200万，所以大家不用慌啊，我们价格不超200万，买车送飞机。这是全球第一款能够装下飞机的车，后备箱里面能装飞机的车。同时呢，这又是全球第一架能够塞到汽车后备箱里面的小飞机，可以载2个人飞，好玩。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飞行的活动，可以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飞行器是怎么飞的。今天我们是无人飞啊，这个到载人首飞会放在11月份我来飞。好，谢谢。所以呢，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是媒体朋友，今天这边到了非常多的媒体的朋友、车媒的朋友都来了。今天的超前品鉴会让大家有个总体的印象，后续呢，我们会跟大家沟通细节。新物种的普及需要大家的这个助力，优先邀请媒体。
Hello， 小鹏汇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们都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里面一直在打 call， 说一定要看我们的一个实车。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一个实车，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飞行体呢，都已经在我们的一个身后了。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小鹏汇天的飞行汽车产品专家。所以呢，大家有什么的一个疑问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下方去进行一个留言啊。然后刚才在评论区里面call过想看实物的朋友呢，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继续扣1。然后我们今天稍晚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我们的一个陆地航母去进行全面的一个揭幕以及一个亮相。所以呢，大家如果是非常期待的朋友呢，不要离开咱们的一个直播间，然后呢，也千万不要切走我们的一个直播，因为可能你一会儿呢就会错过我们的一个陆地航母的一个揭幕啊。我们其实可以大概的绕着我们的一个陆地航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可能刚才大家都是在听咱们创始人一些性能等等，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车，它真的是已经妥妥的一个造出来了。然后我们这款陆地航母呢，它将会在今年的第4季度去开启一个预定。然后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场是盖了2个东西啊？首先给大家小小的揭秘一下，这一款呢，它一会儿是我们的一个陆行体跑的这个部分啊，有没有刚才有朋友在看我们的一个直播过程当中有记住了我们的陆地航母陆行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如果大家有记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里面加上评论，就是大家刚才对我们陆地航母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是什么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它其实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它其实是一个展开的一个飞行体现在还不能给大家看，一会儿呢我们的一个飞行体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实飞的一个演示，看一下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个陆地航母有没有什么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大家赶紧呢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下方去进行一个留言大家都想看一下我们最新展现的一个成果，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不要着急。可以稍等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块是有静态地航母，它有几个最关键的元素，其实总结就是还是老生常谈3个数字，你猜是什么？我不猜。就刚才有朋友就是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记住到我们小鹏汇天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信息吗？那就是666对666，因为我们的陆地航母呢，它是6个轮子还有6个什么？还有6个旋翼的飞行器。对，6个旋翼的飞行器。那今天我们应该是还是会飞吗？我们今天是一定会给大家在我们的一个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展示我们的一个飞行体的一个实飞的一个演示。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静态品鉴区。一会儿呢，我们现场参与活动的一些媒体朋友呢，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一块草地上去静态的去品鉴我们的一个产品。那么也跟大家去做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说明，就是我们今天呢，它其实并不是产品发布会，我们今天其实只是一个超前品鉴会的一个概念，只是想本来我们这个品鉴会都不打算去直播的但是就是有很多咱们的一个朋友都是对于我们的一个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研发进展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才就是破先例给大家开启一个直播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就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发布会它其实并不会像我们今天是这么小的一个规模。那么其实我们也是今天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品鉴那么也再给大家去透露一下，小鹏汇天的陆地航母呢将会在今年的第4季度开启一个预售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呢？其实我们是把我们的一个产品放在了我们的一个场景里面浩彤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陆地航母，要把我们的飞行汽车产品放在这样的一个带有露营环境的一个草地上呢？首先其实我们非常期待拥有自己一款飞行汽车，然后去做低空出行，去解决交通的问题。但其实呢，在当下就是面对现实的情况，我们第一步要先让大家飞起来。那在当下真正能飞起来，能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并创造用户价值的场景是在郊区。那我们希望用这个飞行器和汽车的一个结合，让大家在郊区在自驾游，在长途的穿越，在所有的这些户外场景中去体验飞行的乐趣。
然后我们的一会儿的节目呢就马上开始了。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会儿的一个飞行的一个平台，还有我们的一个飞行的一个场地，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一个脚步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直播当中及时的去寻找一些亮点啊，或者说是评论大家想要了解的一些内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大家不要忘记点击关注啊，因为呢，我们所有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研发进展，还有我们官方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素材的一个释放呢，都会通过我们的一个平台去进行一个展出。我们镜头可以移向我们这边美丽的一个场地。现在我们的飞行体呢，还是处于是一个盖着幕布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去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揭幕，所以呢，大家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一个镜头去看到我们的陆地航母飞行体，还有我们陆地航母的陆行体，它究竟的庐山真面目是如何啊？但是我们一会儿即将大概就是几分钟之后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我们一会儿呢就会给大家来一个全网的首度的一个亮相，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地航母究竟长什么样子。这块我可以待会儿过去那边给大家先介绍一个小的产品亮点。对，我们现在赶紧过马路。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呢是拥有一个飞行汽车的一个起降点。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盖着幕布的陆行体呢，它目前正停放在我们的这个停机坪上面。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看到停机坪可能没有概念。我可能用步数给大家丈量一下，这个停机坪大概有多长？1、2、3、4、5、6、7、8、9、10。大概10米。10米，这是一个10乘10的一个停机坪，而这架飞行器只有6乘6的面积。那一般我们在说到直升机的时候，它是至少需要一个20乘20米，这样也就是4倍于这个面积的一个场地才可以进行起降。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可以完成起降的全球目前垂直起降的飞行器，那就是小鹏汇天的陆地航母上的飞行体。对，如果是想要看咱们飞行的一个朋友呢，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扣666，然后同时呢，一会儿我们6轴6桨还有6个旋翼的我们的飞行汽车即将就要揭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展示了所以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的一个直播间，然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大家的一个评论，还有你们的一个看法，然后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Q&A 的一个环节，然后大家去展示一下就是回应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一个主会场吧。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产品的一个小亮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停机坪，它的面积非常小那么我们的飞行汽车还解决了另外3个核心的一个痛点。在这里我想考一下咱们的产品经理，刚才在我们创始人演讲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听课就是除了我们这个飞行场地之外呢，我们还有额外的什么痛点跟传统的一些飞行器来比较的话？我跟大家这样讲，简单讲的话，其实主要有4个。一个最核心的是我们解决一个上手难度的问题。我们的飞行器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上手，3个小时就可以成为高手，这是最根本。那其实，在光可以开飞行器，还是不够体验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飞行器移动到各个地方，它的整个的用户旅程其实是很复杂的。对。那我们通过陆行体，我们解决它的储存、移动和补能的问题。那解决这3大问题，再加上这个驾驶门槛的降低，才可以使这个飞行体验变得非常好，特别是在户外。没错，我们就是解决了大家就是对于平时飞行的一些痛点。那么我们的揭幕仪式呢，即将就要开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一个直播间。我们稍微可以镜头挪给我们的一个陆行体的一个揭幕的一个现场，还有我们飞行体的揭幕的一个现场。然后大家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我们的揭幕仪式呢即将就要开始，我们的揭幕仪式跟飞行仪式呢即将就要开始了。然后一会儿现场呢，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陆地航母揭幕仪式和飞行演示的活动现场。稍后我们将会进行到的是大家今天非常关心的陆地航母的首次亮相以及飞行的首秀。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后方就是我们待会儿即将向各位揭晓的我们的陆地航母。
而我们这次陆地航母呢是分为陆行体和飞行体。那稍后会由我们各位领导和嘉宾给各位来做一个亮相。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叫做新物种登陆，它也是作为全球首个陆空两栖新物种，也是首次在广州跟大家见面。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朋友们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共同用掌声有请陈杰书记、赵德利总裁、冼银松区长、王旭东副总裁为陆地航母陆行体揭幕，有请各位。同时，也要有请到的是刘云梅局长、梁宇总经理、张阳军教授、天水月湖代表吴维先生为陆地航母飞行体来做揭幕，有请。没关系，我们各位领导和嘉宾可以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可以进行就位。好，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来了。接下来我也希望诚邀大家跟我一起共同来倒计时，让我们共同倒数3个数，3、2、1。再次感谢各位领导。我们今天活动主题叫做新物种登陆，它也是作为全球首个陆空两栖的新物种，也是首次在广州跟大家见面。来，我们各位领导和嘉宾可以面向我们的各位媒体朋友们，来，各位老师们可以面向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进行一个合影，谢谢。来，感谢。走。我们现在呢，先带大家去站一个最佳的飞行观赏位。来，大家赶紧跟随我们的镜头。一会儿呢，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陆地航母的飞行体还有陆行体的一些外观，还有它的一些功能性都更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就停留在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因为我们一会儿呢才是我们就是这场直播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飞行汽车的飞行演示。来，大家可以把镜头转向我们的一个飞行体。通过刚才的一个揭幕呢，我们的一个飞行体已经揭幕完成了。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在这里去进行一个全网的一个公开的一个飞行演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陆行体，还有我们的一个飞行体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展示。一会儿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全程直播我们整个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过程以及环节。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这个飞行高度大概是在50米左右所以大家想看飞行的朋友呢，赶紧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继续的打 call 啥？考一下。666。为啥666？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重复一遍。6轮6驱6旋翼。是的，我们的飞行汽车是6轮6驱6旋翼。然后大家也不要忘记一直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扣666。然后想要看我们飞行的一个朋友呢，就要持续关注在我们的一个直播间里面。一会儿在我们的一个飞行演示结束了之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的一个 Q&A 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只可以载1个人吗？我们的这个陆地航母是可以载2个人的。是的，一会儿我们也会带大家去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品鉴所以对飞行车感兴趣的朋友呢，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算了，不动了。需要飞行驾照吗？这是一个
大家非常高刚应该是频的问题。大家刚才应该是没有认真听讲。对，我们一会儿飞完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OK， 怎么从车里搬出来？啊，大家可以先点点关注啊！大家可能已经错过了我们刚才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介绍。我们的飞行汽车跟我们的一个陆行体呢是可以自动分离结合的。来，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里扣666，然后打上我们支持中国制造智能的智啊。咱们小鹏汇天呢是全站自研的啊飞行汽车公司，我们的所有核心技术呢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大家赶紧把666扣出来，我们这个飞行体里面是有空调的啊，大家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这几十度的一个高温外，也会在体验飞行呢，同时呢会就是非常的热。说错人了。擦擦汗。想要体验的朋友呢，就是疯狂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里面扣66就好了，因为我们明年呢会陆续的对于我们的个人用户去开启部分的一个试驾以及试乘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么酷炫的一款飞行汽车，你究竟想不想一起去试飞呢？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点击左上角的关注，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扣666。今天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无人的一个自动驾驶因为我们目前的飞行汽车，我们的陆地航母飞行体呢，还在一个试验的一个试飞阶段然后当到我们后期的时候呢，会逐步的给大家去开放载人的一些飞行的一些素材，更丰富的飞行场景。在旁边。随着我们飞行体稳的降落呢，然后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其实已经即将要告一段落了然后但是呢，为了就是满足各位网友的一个好奇心，还有大家想要就是对于我们陆地航母有更多的一些关注，所以呢，我们特地给大家预留了20分钟的一个问题解答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问题，赶紧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里面把你们想要知道的一个内容呢给它抠出来，然后一会儿飞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来一一的详尽的一个解答，因为我身边可是站着我们专业的产品专家好，现在我们的飞行已经缓缓降落我也听到了大家不约而同响起热烈的掌声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中国科技充满了自豪。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做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站在我们陆地航母前面，我们绕周360度绕一圈，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展之一的，我们带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首次公开载人飞行，并将参加11月的广州国际车展，对，可能这有反光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我们这个后面呢是藏着一个飞行体是我们的超前品鉴会，
所以细节部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专门会留出透明的区域，让整个飞行体若隐若现。当然，这个盖子它是有具体功能的，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我们飞行器更好的储存和保护。那这就是在我们的栅栏前，也希望各位老师们能够在栅栏前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陆行体和飞行器进行简单的拍摄。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驻足的来品鉴了。因为我们刚刚现场有位主持人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同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说。那么从我们的一个外观给大家看一下，栅栏前进行相应的拍摄，因为我们这次可以给大家拍一下我们的一些细节。内饰暂时不对外公布。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流媒体后视镜，它在行进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流媒体后视镜是可以自己的弹出，然后是非常的具有科技感的。然后我们可以镜头拉远，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6轮的一个非常霸气的一个外观，然后也想邀请咱们的一个产品经理给大家来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采用这样的一个6轮的一个构型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当然还是我们车是4个轮子的，我们并没有考虑6个轮子。但是因为飞行器，电动的飞行器它是比较重的，那其实从承载上讲的话，是4个轮子是远远不够的。那其实只有6个轮子才能保证整个飞行器在汽车行驶过程中的一个承重、一个保护，还有人乘坐的一个舒适性。另外，其实我们关注到，其实6轮之后，其实它对整个车的一个通过性能，然后一个稳定性，甚至是乘坐的舒适性，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而且我们这个是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对吧？对，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户外场景下，进行一个体验的一个产品。另外的，其实我们也曾纠结过 ，OK， 这6个轮子车一定会很长，但是车很长之后，我们上了整个全套的一个后轮转向系统，所以我们车的转弯半径是小于13米的，是一辆常规的一个稍大型的 SUV 的一个，就一个正常 SUV 的一个转弯半径。对，所以虽然车看起来很大，但是还是方便用户去在这个正常的日常行驶，还是在郊外的一个活动，都是非常的 OK 的。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陆地航母停放在你们的一个地库里面，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停放在我们普通的一个停车位上面。就是大家可能非常关心，我这个飞行汽车到底能不能停进地库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把车高压在了2米以内，所以只要不是特别老的小区，一般的小区我们都是可以停到地下车库的。联系会听的同学来进行相应的确认。来，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飞行体旁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飞行体，为什么我们陆地航母还有个别名叫666呢？因为我们的飞行体它就是6个电驱，然后6个桨，然后6个轴对，然后它其实它的一个构型是属于分布式多旋翼的一个构型，所以它的一个安全系数呢也是更高。我们将会在大家可以把镜头转到这边，的揭露更多的一些细节，可以看为什么这2个机臂上的这个构型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呢？会多了2个小涵道呢？其实这也是出于安全性的一个考虑，因为我们6旋翼，当其中2个桨失效之后，它其实就变成一个4旋翼的一个飞行器。我们还要保证在2个桨旋翼进行失效之后还可以正常飞行，但这个时候比较难控的是一个航向的一个操纵。那为了保证这个航向可控，保证整个飞行器在单点失效之下还是一个正常飞行的状态，我们加了涵道之后，可以两边的涵道利用机臂作为杠杆，可以很好的去控制整个飞机的一个航向的一个过程。学到的朋友赶紧扣666。今天就是能够邀请到我们专业的产品经理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实属是不容易就是在我们这个产品品鉴会里面，大家才能看到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走远一点吧，我们把现场就是尽量的交还给我们的一些媒体朋友，我们可以就稍微远一点的一个方向，然后去给大家去做一个 Q&A 的一个回应但是一会儿呢，我们还是会针对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还有大家想要了解的一个内容，去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品鉴那么我们的陆地航母感兴趣的朋友呢，不要忘记点击关注。我们的预计的一个预计开预售的一个时间是今年的第4季度。
也就是几个月之后了啊，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点击关注。能够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也敬请大家理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这个车能飞吗？我们这个车它是不能飞的。大家可以先点点左上角的一个关注，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主页置顶视频里面，就可以了解得到关于我们陆地航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信息。我们的飞行汽车呢，它是可以跟我们的飞行体可以跟我们的一个陆行体进行自动的一个分离结合，是解决了我们传统飞行器上的一个痛点，就是运输难。是不是？就是其实，在未来自驾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开着我们的一个陆地航母，然后就可以带着我们的飞行体到大家想去的地方，然后去进行一个低空的一个游览以及低空的一个体验。然后现在我们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人山人海，然后咱们直播间里也是人山人海。然后呢，大家想要了解什么内容的话，都赶紧在我们评论区里面去留言啊，然后我们的直播呢即将会在18点30分结束，所以大家所剩的时间不多喽。车有没有自动驾驶的环视摄像头？一定有。小鹏汇天，我们能没有一些非常好的自驾还有互联网的功能吗？一定是有的。是的，我们其实是致力于研发针对于个人用户的智能化的飞行汽车产品，所以我们的产品一定是智能化的。它除了现在刚刚大家说的汽车体有没有这些什么自动驾驶功能、环视摄像头，同时，然后它的飞行体 ，OK， 飞行体其实是大家最值得期待的，其实也是我作为产品经理个人最满意，就是我们真正的智能化的一些体验、一些细节，到最后呈现出来的整个飞行体验是完全颠覆传统航空的。我们用单杆操作，这只是大家看到的一个OK， 这是一个说是5分钟上手，但这背后我们从显示到感知，所有一系列的这个营造出来的整个飞行驾驶体验，我相信在后续，包括我们预售，包括我们到明年后年我们正式上市交付，逐步向大家去露出。是的，然后同时呢，刚才我们总裁在就是介绍我们产品的时候也说到，就是我们的飞行体，它直接是5分钟和甚至是最短是3分钟的一个时间，大家就可以学会了。然后就是如果是有正在学习7点钟开始，位于黄埔 A 各位可以按照座位来就座。那如果不清楚自己具体座位的朋友，可以联系汇天同学来进行相应的确认。再次提醒各位准时入场。对然后我看到咱们评论区有朋友问到，就有没有合体的一个表演？那我也给大家就是在直播间的朋友小透露一下，在我们11月的珠海航展，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内容的一个释放啊。我们创始人刚好从我们旁边走过了。对，刚才有没有听咱们创始人好好的去介绍我们产品的一些发展历程？如果有的朋友的话，一定都知道我们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首次的一个载人会在我们的11月的一个珠海航展，然后包括大家感兴趣的我们的飞行体跟我们的陆行体它是怎么分离结合的，也都会在我们的珠海航展上面给大家一一的秀肌肉。对，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持续的关注小鹏汇天。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里面去进行留言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草坪里面去静态的再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再去品鉴我们的一家产品。车是怎么把飞行器拉走的？满电能飞多久？车是怎么拉走的？这个的话，其实我们是全自动的分离结合。对。那其实用这个我们刚才德力总的话说，就像下蛋一样，把一个飞机就从这个汽车里面下出来了。OK。是的。这个通俗易懂啊。当然背后它其实有很复杂的一个传感电控的一套逻辑。那其实大家如果关心这个的话，其实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因为我们公众号有到底车怎么把飞行器放下来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 CG 视频。对，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持续的去更新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要怎么考驾照。然后刚刚有朋友问到，就是我们的小车驾照可不可以驾驶我们的一个陆地航母？我们3、2、1把那个答案说出来了，就是 yes or no。Yes。好，没有3、2、1了，没有默契。对，我们的小车驾照，比方说你的 C 照、B 照、
CB 照可以吗？反正就是乘用车驾驶证。对，就大家如果现在是就是在驾驶我们的一些小汽车的话，都是可以驾驶我们的陆地航母的。我们还是稍微走近一点点啊，给大家再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再看得仔细一点点。需要申请航线吗？这个产品经理来回答一下吧。我们将来在26年，基于目前的一个就是国家空域管理规定的一个草案，计划26年的话，我们就报备飞行，就不需要专门去让国家去批我们一条航线，而是我们报备就可以进行一个在空域范围内的一个飞行，对，会非常的方便。对，因为为什么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我们小鹏汇天的一个飞行汽车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低空的一个航空器，所以它一般的一个飞行高度是在1000米以下。那么现在国家呢也是划分了空域的一个多类的一个管理办法啊，300米以下，还有150米以下。就如果我们在150米以下的一个空域去进行申请飞行的话，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其实我们只是需要申请空域，但是不需要申请航线。对，因为我们在属于是一个1000米以下的一个飞行的话，都是不需要申航线的。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走正规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审批流程，才可以去进行一个飞行的。好。大家觉得我们的陆地航母帅不帅？帅的朋友就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扣什么？扣帅就好了，扣帅就好了是吧？对，大家觉得我们的陆地航母很帅的朋友呢，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扣啊。帅啊！我们站在这儿吧，一会儿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围观人有点多啊，一会儿还会带大家去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品鉴的，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啊。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专门是针对于问我们的产品经理的，这个是不是有点涉及到我们的内部机密了？啊。6个旋翼和2个涵道，那其实都是电机的形式。电机的形式的话，可以理解为那就是8个电机，不管旋翼还是涵道，它只是外部构型、气动构型不同，但是内核它都是一个电机，所以其实是8个电机。当然，其实这样的话更会让评论区里的观众混淆。其实我们就核心就是6个旋翼、6个电机来作为主升力系统，另外2个小涵道来去控制一个在单点失效或其他安全失效情况下的一个航向的一个控制。是我们现场今天的一个环境是处于一个高温的一个情况下啊。对。然后就是其实再给大家，刚才可能我们飞行平台飞行的时候，我也有跟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去同步啊，但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清啊，就是我们的飞行体呢，它其实是有空调的。我们的飞行体是有空调的，大家可能如果是坐过什么直升机，还有一些轻型运动类的一些飞行器，它里面都是没有空调的，夏天坐在里面是会有点闷热的。我们的陆地航母飞行体它是有空调的，一会儿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出风口，然后我们的汽车的纯电续航是多少？这个其实是我们还是得等我们最终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性能它最终测试，然后就是确定了之后，才能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公示。但可以先跟大家交个底，一定是不差于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增程车的。因为在车这块，我相信我们国家就算是不是小鹏汇天在做，整个的产业链我们能做到的水平，一定是可以让用户满意的一个水平。是的，然后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我们的产品性能啊，那我们也给大家再去回顾一下我们的陆地航母的陆行体呢，它是可以充电，然后也可以加油的，它是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汽车。那么我们的飞行体呢，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飞行器，而我们的陆行体它是可以反向的给我们的飞行体去进行充电的这个其实就是会有更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就是我们拖着我们的飞行体到一些就是景色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进行了一个短途的一个飞行，飞了一圈下来不尽兴了怎么办？还想飞那我们的陆地航母的陆行体呢，就可以给我们的飞行体去进行一个充电，然后大家只是大概是充满1次电是需要多长时间？充满1次电的话，只需要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其实已经，因为我们是在用一台汽车，给一个飞行器补电，那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用了非常高的功率，做了很好的散热在车体上，来达到这个性能的水平，能让我们用户飞一段时间，然后下来歇一下，继续去飞。因为我们是一个2座的一个飞行器，那其实也知道大家出去的话，可能也不是仅仅是2个人，
所以我们这方面的话，就是考虑到大家是带着朋友、家人多人去出行，我们要保证多次补能的一个能力。是的。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还挺想透过咱们的一个飞行体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飞行体里面的一个操控的一个操纵杆，它其实是真的非常的简单啊。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是有亲自的去体验过我们的一个飞行体，它就操纵的时候。其实是比别的一些飞行器，它的一个操控是更简单的。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玻璃然后可以从侧面，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个飞行体它里面其实是只有一个单杆的一个操控，还要加上一个中控屏的一个设计。不会像传统的一个直升机还有我们相对应的一些轻型运动类飞机一样，里面会有非常多复杂的一个操控，还有非常多复杂的一个按钮。它里面就只有一个操纵杆，就可以一杆就完成我们所有的一个航前的一些检查，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操作是非常非常的便捷的。可以看到，其实我们除了操纵杆，我们还有另一套这个操纵系统。其实大家猜不到另一道操纵系统在哪儿呢？其实可以看到那些红色的小按键，那这是我们应急的操作系统。因为飞行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包括操纵系统，我们也要保证两套的一个冗余，对，包括除此之外，包括通信，包括我们说高压就是电池，我们会有2套的一个动力的冗余之外，我们包括甚至低压的一个电，我们都是有2套的一个备份。对，之前其实也有咨询过咱们非常专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同学，其实我们是可以，比方说为什么刚刚有网友问到为什么我们不是自动驾驶？其实我们是有自动驾驶的，但是为了更多能够开放就是用户的一个使用乐趣，所以我们也是开放了手动驾驶功能比方说我们的一个操纵杆它失效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还有第2套的一个备份系统但是我们第2套备份系统依旧失效了怎么办？我们还有自动驾驶，就是其实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备份系数是非常高的。然后包括刚才我上述到的这些串联失效的一些实验呢，我们后续也会通过我们的官方账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实验的一个全程记录的一个释放，然后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而且大家其实看到有这样酷的一个飞行器，然后我们当然可以自动驾驶，但是你难道不想去开一下吗？你难道不想去开一下吗？你只想就是坐在里面观赏一下吗？然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我们陆行体旁边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真的不要忘记在我们评论区留言。飞不飞？我们刚刚已经都飞完了，朋友们，我们刚刚都飞完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外观呢，其实也是我们陆行体的一个设计亮点。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隐私车窗就是外面里面看得到外面，但是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这是我们的2排的一个隐私车窗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门把手，它其实是没有那个拉杆的，它其实是摁一下，我们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双开门的一个设计今天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因为怕给大家展示的太多，大家后面就对我们不感兴趣。因为大家其实看到这个门把手是 OK 看到门把手是这样的，其实是一个对开门的一个形式。对开门的话，其实我们只需要用按键，然后或者用车钥匙，或者说是语音都可以去控制进行电动一个开关。我们到另一面去吧。对，我们这边正在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然后大家就是有什么疑问，其实都可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关于陆地航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的一个展示。想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一辆陆地航母的话，你会带它去哪里？然后你会去干嘛？欢迎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飞多远？飞多远？飞多远足够你做一次非常美好的在郊区的空中观景和驾驶的体验。对，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飞行体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飞行器，所以它的一个续航时间跟我们经常在飞的 X2旅行者 X2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它们都是构型，然后包括它们的一些能源模式都是差不多的。车身多长？车身大概是5.5米左右。是一个比全尺寸 SUV 略长的一个尺寸，但是我们做到了后轮转向，所以其实它的转弯半径在停车转弯的一个难易程度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情的给我们去进行一个提问啊。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的直播呢即将就会在5分钟之后结束啊。所以在最后5分钟的一个时间呢，大家赶紧踊跃的进行留言啊。不好意思。好，我们可以在里面。我们可以在里边。车子可以坐几个人？大家，我先问一下大家吧，就是我们你不用离我那么远，就出话了要。对，就是咱们评论区的朋友知不知道？就是你们猜测一下，我们的陆地航母它可以乘坐几个人？有看一下评论有我回复吗？看一下。哎，先回答车机怎么结合？他们是可以自动分离结合。3个人，哦，3个人，那这位兄弟说的猜的有点少啊。对，这么大的车，4个，7个、8个。那说4个人的，应该是大家看了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看了我们的直播，对直播品鉴会啊，超前品鉴会，现在能够下单订购了吗 ？No， 我们的陆地航母呢将会在今年的第4季度是开启预售啊，我们只是开启预售，我们明年年底呢才会进行一个小批量的一个交付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年底的一个预售的一个发布会，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只是一个超前的一个品鉴会，所以呢，现场的一些媒体呢都没有邀请的太多，核心都是一些就是对我们飞行器车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为什么不是5个座位呢？这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陆地航母它是飞行体加上一个陆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它是需要一定的一个容载的。我们可以走到那外面去吧。是不是这边信号不好？来，出来吧。这个能飞吗？当然能飞，我们刚才已经飞过了啊，大家也可以在后续的一些我们官方公布的一些内容当中呢，然后去看一下。飞行驾照要怎么考？飞行驾照要怎么考？你就持续的关注小鹏会天就好了。因为目前呢，我们在飞行驾照这方面呢。特斯拉3把船，不像吧？我们一点都不像，对我们一点都不像别家的产品。我们小鹏会天它的一个设计还是非常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设计语言的。因为其实小鹏会天呢是小鹏汽车的生态企业，对，所以我们的设计语言是有点相像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智能的一些车灯，还有它的一些灯语，其实都是跟小鹏汽车的灯语其实是有一点点的类似的。大家没有看到飞的一个朋友呢，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小鹏会天。我们在直播结束了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去共享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一些飞行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我们产品相关的一些内容，都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同步的一个展现。飞行体可以在车上充电吗？其实我们飞行体是有2种充电模式。我们产品经理。好，你可以抢答了。我不想抢答，我想给你回答一下。好，飞行体一定是可以在我们车上充电的，而且其实我们坐车的目的也是为了能让它其中一个目的是能让它进行很好的充电，而且不光是一次充电，我们可以多次给飞行体进行补能和充电。没有看到飞行的朋友，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机里的画面吧。对，因为我们飞行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来晚了。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我们下次的一些飞行直播的话，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小鹏会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飞行直播。刚才呢，我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场地去完成了一个动态的一个飞行。看到了吗？是我们刚才实拍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演示的一个素材。觉得酷的朋友，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扣想看。然后同时呢，对我们小鹏会天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的一些研发实力，还有我们的一些产品安全相关的，还有技术相关的一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给大家带来的更多我们的一些产品相关的一些衍生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会就是针对于大家所关心的飞行安全，因为安全其实是我们飞行汽车企业的一个生命线我们也会持续的去给大家带来更多让大家能够幸福的一些技术实力。好，我看一下咱们评论区的网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的一个直播呢也即将就要结束了在国内能不能使用
现在国内能不能使用？我们的陆地航母呢，今年第4季度才开启一个预售啊，然后我们明年最快也是年底的时候才可以在国内去进行一个使用。但是我们全球的预售呢是先在国内开始，然后我们也会在这段路上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探索。合体了吗？我们现在是分体啊，我们的直播呢最后5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最后就带大家就是绕着我们的产品，然后去进行一个静态的一个品鉴吧，然后更多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就留在我们下次的一个直播，再给大家去做一个一一的解答，再去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回应。在之前的我们的今天的新物种算是正式的登陆了哈。我们小鹏汇天呢，其实持续就是。现在各位媒体老师朋友们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各位，晚宴将会在6点30分开始，大家可以把握好时间。稍后在黄埔的 A 厅和 B 厅，各位可以按照座位来进行就座。那如果不清楚自己具体座位的嘉宾，可以联系汇天同学来进行相应的确认。再次提醒各位，6点30分可以准时入场。然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半年的，也不是下半年吧，就是剩下已经下半年了，对，已经是下半年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几个月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动作吧。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飞行体，有一个陆行体，但它们是怎么分离结合的呢？即将就会在11月的珠海航展上面去给大家去做一个首秀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播，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内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年的广州车展上面，大家也可以在广州车展上面看到我们的一个陆地航母就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比较小范围的一个超前品鉴会那到广州车展的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我们的一个现场去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品鉴。好，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最后直播还有2分钟的一个时间。车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下方去进行一个留言。什么时候有卖？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年的第4季度会开启一个预售就是全平台就只有小鹏汇天官方账号会开启预售。好，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你不用看驾照，对，怎么考驾照？我已经猜到了。对，对，然后这是我们朋友最关心的问题。第二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预计的一个售价。对 ，OK， 好，那给大家透露2点，考驾照的话是一定要考的。那一定要考的话，那我们也会让它非常简单。就像其实我们刚才德力已经讲到，我们5分钟上手，3小时成高手。我们会让大家在考驾照从时间上节约，同时体验上也会变得让整个培训过程变得非常有乐趣。那其实这一块的话，当然一定会有一本飞行驾照会给到你，而这个飞行驾照也是经过民航局认可的、官方认证的，就像你的汽车驾照一样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飞行驾照。另一个点呢，就是大家提到售价，我们会以一个非常惊喜的售价，其实向大家公布。对，其实之前我们也就200个 W 以内，200个 W 以内，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飞行汽车，它可以在地上跑，可以在天上飞，它是真正的陆空两用的一个飞行汽车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后面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进展，还有我们的一些亮相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然后感谢大家对今天的整场直播的一个支持，然后大家还没有点击关注的话，赶紧点一下关注，我们后续呢还会有就是超级多，就是对应的超级多，对，超级多，对，超级多对我们产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一个解释，还有大家感兴趣
兴趣感兴趣的一些回应，还有我们一些是非啊技术相关的一些专题性的一些直播啊，所以大家不点击关注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了。对。那么这里是小鹏汇天，我们的愿景就是能够让飞行更自由。那么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拜拜。拜拜。